为什么饭店里面做的生菜油光碧绿的，而你做的却又老又黄，而且还发黑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今天我们就用生菜给大家分享一个最简单的家常菜——白灼生菜。根据我这方法做的生菜，绿油油的，就算是放到明年也不会发黄变色，而且吃起来还脆嫩爽口，特别的好吃。好了，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具体怎样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要准备2颗新鲜的生菜。我们在挑选生菜的时候，要选择这种翠绿的、新鲜的。这种生菜它的口感是最好的，不要选择放置时间太长的，那样的生菜它的水分会流失，从而影响成菜的口感。首先，我们将生菜的头部给它切下来，去掉一点，然后再把生菜它的叶子一片一片的完整的剥离出来。把生菜全部都处理好后，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盘干净的清水，往盆里面添加1勺食盐，还有1勺食用的小苏打。接着再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，将它搅拌均匀，让食盐和小苏打充分的化开。因为食盐它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可以很轻松的把里面的一些脏东西还有虫卵给它清理下来。而小苏打的碱性可以中和大部分的农药残留。我们将淡盐水搅拌均匀之后，接下来再把生菜给它放进盆里面，用手给它轻轻的按压一下，让生菜完全的浸泡到淡盐水里面。我们将生菜浸泡起来后，先给它放开一旁，浸泡片刻备用。趁着这个时候，我们来准备几个大蒜子，先把大蒜的头部给它切下来去掉，紧接着再用刀将大蒜给它拍一下，将它拍扁。将大蒜拍过以后，它的蒜香味会更好的释放出来。最后再把拍过的大蒜给它改刀一下，把它切成蒜末。将大蒜切好后，先给它装在小碗里面备用。紧接着再准备一个小米椒，先给它对半切开1分为2，去掉辣椒籽后，再次的对半切开，最后再把它改刀切成红椒丝。将红椒丝切好后，和蒜末放在一起。下一步，再起锅烧油，用6成油温将蒜末给它炝香，给它炝一下。经过高油温的炝香以后，可以很好的激发出蒜末的香味。紧接着，我们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生抽酱油或者是味极鲜酱油，再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，将它充分的搅拌均匀。就这样，我们的白灼汁就已经制作完成了。把料汁搅拌均匀之后，先将它放开一旁备用。好了，这个时候的生菜经过1小会的浸泡过后，我们用手给它清洗一下。我们在清洗生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特别是生菜的帮这个位置一定要给它认真的检查清楚，因为生菜帮它特别的容易藏有泥沙还有虫卵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将它认真的清洗干净，最好是一片一片的给它单独的清洗。把生菜帮上面的一些脏东西给它全部的清理下来。我们将生菜第一遍清洗干净以后，来看一下，可以看得到水中有非常多的脏东西，还有一些虫卵和泥沙。接着将水倒掉，我们再重新的将生菜放回盆里面，然后再次的添加清水给它清洗一下，把青菜上面的小苏打、盐分还有一些残余的脏东西给它清理下来。青菜在清洗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尽量的给它多掏洗几遍，直到把青菜完全的清理干净。经过反复的清洗过后，青菜就特别干净了，我们吃起来也更加的放心。把青菜清洗干净以后，先给它控水捞出来备用。好了，下一步我们开始正式烹饪。起锅烧水，往里面添加1勺食盐，增加汤水底味。紧接着再往里面添加一点食用油。青菜在焯水的时候添加少许的油，可以让焯水出来的青菜颜色翠绿，不容易发黄变色。这就是青菜在焯水的时候保持翠绿非常重要的一个小技巧。我们用锅铲给它搅拌一下，将里面的食盐和油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。等到锅中的水完全的烧开以后，紧接着我们再把控干水分的青菜给它放进锅中焯水一下。在焯水的过程中，我们一定要开大火，尽量的保持水温，避免水温下降而需要更长的焯水时间。
而造成青菜发黄变色。在焯水的过程中，用筷子将生菜扒拉一下，让生菜可以均匀的受热和成熟。另外，生菜它是非常的容易成熟的，所以它的焯水时间一定要控制好，只需要将生菜给它焯水大概30秒左右就可以了。将生菜焯熟以后，我们再用漏勺给它迅速的控水捞出来，沥干水分。控干水分以后，我们再把生菜给它一片一片的摆入盘中，给它整齐的码放好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时候的生菜它的成熟度是最好的，这样的生菜它吃起来会更加的脆嫩又爽口，吃着也会更加的好吃。我们将生菜全部的码放整齐以后，紧接着再把刚做好的白灼汁给它淋在生菜的面上。就这样，这个非常好吃又简单的白灼生菜就已经制作完成了。这样做出来的生菜颜色绿油油的，一点都不会发黄变色，看着油光锃亮的，特别的有食欲，而且吃起来的口感脆嫩爽口，真的是特别的好吃。以后呀，你们想吃这道菜的时候，可以来我这里看一下，根据我的方法来操作，保证你也可以做出和饭店里面一样好吃的白灼生菜。像这么一盘，饭店里面最起码卖到38块钱，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做的话，成本只需不到5块钱就可以了。如果您也喜欢这道菜的，一定要收藏起来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喂，醒一醒。你，老是上我床，